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学习这一款泡芙花朵宝宝鞋的钩织方法。那这个宝宝鞋呢，它是适合12月以内的小宝宝来使用的。钩的单层鞋底往上钩织鞋身，然后再钩一圈边，还有这个装饰花朵组装上去。材料呢是按照大家拍的这个颜色给大家搭配好，一双的用量正常编制足够使用的哈。然后还有我手里拿的这个软柄的钩针、记号扣、缝合针、细针，鞋子上的这个小纽扣，还有这个胶棒。胶棒在使用的时候需要用打火机加融化，打火机呢是自备的。就是这个花朵我钩完之后是给它粘上去的，这样组装的时候会整齐一点。好，然后教程呢是以视频的方式。这个呢是我自己画的这张平面图解，就是为了讲解的过程中，带着大家呢也来学习看这种平面图。大家收到材料之后呢，领取的这个是视频教程哈，没有图纸。那有需要的朋友的话，可以自己截图保存一下。好，这边呢我们自己也截图一下。像我们钩的这种毛线婴儿鞋子，通常是分成这4个部分来进行编织的。好，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种平面图。好，以这个为例，先看一下平面图上，我都是有用绿线划分开，在这个绿线左边偏大这一块是鞋头位置，这个绿线的后边是鞋后跟，这个位置是一样的哈，鞋头，然后这边是鞋后跟。观察这种平面图上的针法，你看这种鞋头画的这个针法是一样，后跟也是一样，它的区别呢，就是说2个绿线划分的中间区域，这个为角弓区，也就是绿线中间针数多少的一个分配。那我们在钩织关于这种大小尺寸在编织的时候，就是这种尺寸一类的话，我们都是要跟着视频呢学习方法来钩织自己需要钩的月份段这个宝宝鞋子的。接下来的视频中，我就以3到6个月起12针为例做演示，给大家去讲解这个方法。那么大家呢就学习方法，灵活运用钩。首先呢，我给大家介绍这个线是5股牛奶棉哈，它是由5根呢细线组合成一根。钩的时候，新手如果说你手指带线的时候没有把手法练习好，可能会你钩着钩着把线给它这样钩分开。那么我们新手刚开始学的时候，一定要多练习一下这个带线手法。首先呢，先扣一个活结，这样拿好线，在手上像这样绕一个圈，把这个线圈给它拿下来，线头这一端从圆圈里这样拿出来拉紧，就是系了一个活结。好，给它这样扣紧。如果你扣松的话，后面在一圈里钩7个长针，可能会钩的孔眼越来越大，也是有的朋友会问这个问题的。好，这样扣好之后呢，我们钩针穿到圈里面，拽底下的线头，把这个圈呢给它这样稍微调小一点，但是你的针上它是有这个空隙的，钩针可以灵活活动。好，像这样就可以。然后左手挂线，小拇指绕线。然后食指挑线，好，这样左手就挂好线了。拿着这个线底部打结地方，这一部分你食指带线属于带着这个线的作用。如果这样松松的再去钩，你看很容易给它这个线呢，你会觉得很松很不好钩。这就是带线的手法，可以这样参考视频哈。钩针这样绕线，从针上线圈里钩过来一个辫子针。辫子针的形状呢，它是像一个字母 V 的形状，小辫子一样，左边一根线，右边一根一个 V 的形状。那我们在这个小辫子 V 的中间给它扣上记号扣，这就是起的第一个辫子针了。接着钩针绕线，从针上线圈里把线钩出来，这是第2个辫子针。你看钩针上的圈它是有一点空隙的，钩针这样绕线，钩针头勾线的时候它是很自然的可以从这个圈里勾出来。如果你很难勾过来，说明你这个线圈带的非常小，这样就会比较难勾。然后大家就按照你需要钩的月份段看，就是你刚刚截图的需要起多少的针数，起好相对应的辫的针数就可以。这里已经起了1、2、3针了，4、5、6、7、8、9、10。你要是钩的小月份段的话，0到3个月呢，你就在第10个辫子上给它扣上记号扣好。我这里继续起针，11、12。好，我是以12针为例给大家讲解的。那我在第12个辫子上扣上记号扣，其他的再大一点月份起好相对应的针数。第一针和你起针数最后这里给它扣上记号扣，也就是我们现在从图上去先看一下，大家也可以跟着学习来看这种平面图哈。图上这里的黑色椭圆形，你的这个起针数我们就起好了。接下来我们开始钩织鞋底的第一圈。鞋底第一圈呢是用蓝色，我这个图上是用颜色给它区分开的。首先呢起3个辫子，在钩鞋底的时候呢起的3个辫子是把它看作为一个长针，也就是当做就算一个长针好。然后在你起针数，就是你扣的这个记号扣的位置啊，在这里钩2个长针 ，T 上面带一个点是长针针法的意思。这种平面图上，好，你看它所指的方向指在一个位置。然后你再看4个月份段后跟，这是后跟哈，后跟从开头这个位置3个辫子2个长针，3个辫子2个长针，后跟的钩法都一样，也就是说不管你钩哪个月份段的后跟这里开头的钩法都一样。好，我们跟着视频一样的来钩。如果说你钩的时候有区分的话，我在视频中会给大家讲解到的。然后首先呢，起3个辫子，1、2、3，好，起了3个辫子针，也就是这个位置。然后你在第3个辫子上扣上记号扣。接着我们再起针数，这是我们前面扣的这个记号扣位置，也就相当于这个你起的这个辫子的这个地方哈，在这里钩2个长针，我们取下这个记号扣。把前面这个拿下来，拿下来你要怕找错的时候呢，手指可以放在这个边上，看一下长针的钩法。钩针这样绕线，在你刚刚记号扣的这个小辫子啊，从辫子的中间穿针挑至半边的这根线，钩针这样绕线，勾线出来。勾线出来之后，我们这个钩针上的线给它这样自然的往上带，不要猛的一扯哈，这样会把孔扯大的。这样均匀的给它这样往上带一下，针上有3个线圈，可以这样捏着这个底部，钩针绕线，勾过前2个线圈，然后钩针再绕线，勾过后2个线圈，这样呢就勾好了一个长针了。同一针还是这个位置，好，然后钩针再绕线，还是这个刚刚入针的地方，穿针绕线勾出来，往上稍微往上带一下。绕线勾过前2个线圈，再绕线勾过后2个线圈，
好，这样你看我们这里就勾好了，也就是从图上去看呢，这里起了3个辫子，2个长针，这一块勾好。那我们是按这个顺序来勾，接下来我们到绿线中间区，也就是角弓区。那大家可以看哈，你看12针为例的话，12呢，我们去掉，这是斜头这一针，因为从这一针慢慢一点增加，一圈一圈增大，从这种斜头形状的，去掉斜头一针，斜后跟一针，你数这个绿线中间，你就数这个1、2，你数这中间有多少个辫子，也就是对应1对1的勾长针，12减2，中间我这里是有10针的，其他的月份段方法一样。你要是勾起10针的话，10减2，中间这个位置对应的勾8针就可以。好，以此类推，这个方法。好，我们勾针这样绕线，接下来就对应这个辫子，你看这样理整齐，每个辫子勾一个长针，勾到这儿，从辫子中间穿针，挑至边边这根线，勾线出来，绕线勾过前2个线圈，再绕线勾过后2个线圈，你也可以从这针数你中间的这个针数哈，绕线下一个辫子中间穿针，勾出来，勾长针，你看每一个辫子对应的来勾，1对1的勾。勾的时候，新手刚开始学呢，你不要在一个位置里面多勾，也不要跳过这个辫子直接到下一个辫子勾，这样你这块明显会缺一块就勾错了，一定要1对1的勾好，仔细的看一下，每个辫子都是从中间穿针，1对1的给它勾长针的，按这个方法来。大家钩针的时候，如果说遇到线有这个接头的情况呢，是正常的哈。线一类在生产的时候会有接头情况的。在完整的视频教程最后会就是结尾处啊会有给大家讲这个进行方法。好，你看我们这样对应辫子穿针勾长针，现在我们这一块中间区域这里就勾好了。那我视频中是3到6月起12针的，你从开头去检查，最开始起了3个辫子，第3个辫子上扣上记号扣的，紧挨着靠着这个位置勾了2个长针，也就是这里后跟开始，你就从3个辫子这个位置，然后2个长针，从接下来这针数1、2、3、4、5、6、7、8、9、10，我这里中间的10针勾过来，这样我去检查就是对的了。然后接下来我们勾到斜头这个记号扣这个辫子的位置了，我们要在这里呢勾7个长针，1、2、3、4、5、6、7，T 上面带一个点是长针的意思，它所指的位置都指向一个地方，就是这个辫子的中间，这样勾长针的了，就是你扣这个记号扣的地方。在这里呢，一个位置里要勾7个长针，就形成斜头半圆这块地方了。然后大家看，不管你勾哪个月份段，你看这种平面图的针法，绿线左边这块的针法它都一样，也就是说，不管勾哪个月份段哈，到这里都一样勾法了。那你把这个你标记的记号扣给它拿下来，扣在你前面勾的这个长针啊底下入针的位置，它会有你入针的这个小空隙，给它扣上去。然后我们就在这个辫子的地方勾7个长针，好，钩针绕线，穿到这个辫子中间穿针，勾线出来。那么勾线出来之后呢，你看我们要在这里勾7个长针哈。新手刚开始学，有朋友会问这个问题，就是可能勾着勾着，勾完7针，这里的孔会很大。那你看一下，这样勾出来之后，对吧？这个针上的线给它这样均匀的往上去带一下，这样长针的一个针型，你不要猛的一拽，猛的一扯哈，这样容易给它扯大。这样带线均匀带出来之后，可以捏着这个底下，然后钩针这样绕线，勾过前2个线圈，再绕线勾过后2个线圈，这是这个位置里面勾的一个长针。然后你在这个长针上扣上记号扣，侧边穿过来，内侧扣的辫子就是针目，这是1针。你从这里开始数一下，绕线还是这一针入针，好，同一个地方要勾7针的，然后勾线出来。你看这个线呢，我们这样给它均匀的往上带，不要猛一拽哈，这样带上来之后呢，你可以捏在这个底下，然后再去勾长针。这是第2个长针，好，你看绕线穿针勾线出来，带线的力度就是你带出来呢要均匀，然后3个长针，第4个长针。5、6、7，这样一个位置里的7个长针呢也就勾好了，然后在第7针上扣上记号扣，大家按讲解的顺序给它这样标记好，自己再去检查一下数针目的辫子1、2、3、4、5、6、7，你看这样带线均匀，这里的孔是不是不大？如果说你勾完之后会有点大的情况，那刚开始学可以跟着视频去多练习一下，或者你这样拿着这个位置拽这个线头给它收紧一下也可以哈，这样去拉紧。那我们现在从平面图上的顺序，也就是这样，参照这种平面图，我这样摆放给大家看哈。我们现在呢这一块完成了，接着按顺序又勾到，你看划分的绿线中间这一块，也就是角空区，还是一个辫子对应一个长针，它和对面中间的这个针数啊，针数是一样的。从这儿数到这儿，像12针的话，这里就是有10个长针，按顺序勾过来。其他月份段，你可以按照你的截图去数一下，你中间需要对应的勾多少个长针，给它勾过来。好，我这里继续拿到手里给大家看一下。然后前面让大家标记的这个记号扣，就是方便你找到对面，就是中间开头这一针的。好，把这个记号扣拿下来，穿针的地方有一个孔，我们钩针就在这里入针，钩针这样绕线，好，穿到这个位置。它这个入针点的地方呢，就是在你这里不是7个长针嘛，在这个记号扣这个位置哈，左边的这个长针通着的底下，因为两面的长针它是相对应的，一一对应起来的。到这面的时候，线头要理在钩针上，为了是勾的时候给它边勾边藏这个线头。好，勾线出来，勾长针。好，这是1针。然后接下来你再找这个入针点的位置，小辫子的半边，就这半边已经被勾的长针线的纹理给它盖住了，剩的另外半边它会有这样一条斜杠，
大家仔细看你手里实物，你看刚刚这个入针点找好，那么下一针的位置呢，就是看前面这条斜线通着的底下，看到这样斜过来这个底部，这个入针点就是在接下来这个长针通着的底下，两面它都是相对应起来的。好，仔细的去看你手里勾的织物，绕线，这条斜过来线底下通穿着，然后线头放在钩针上给它藏线，这是第2个长针，就按这个方法哈，斜过来线的底下穿针，第3个长针，然后我这里是中间是需要勾10个长针的。其他月份段，你看你前面开头的截图，自己去数一下。这样勾的时候，你可以边勾边自行去检查，避免出错。如果说大家勾的时候对不上了，那可能是你勾的时候出错是因为自己都没有发现啊。有的朋友说我跟着视频是一样勾的呀，按这个方法怎么就是不对呢？那我们要自己去检查一下了。好，你可以从这个记号钩边上开始数，1、2、3、4、5、6、7、8、9，我这里还差一针，接下来下一个入针点位置勾第10个长针。好，这样对面中间这一块也就勾好了。从图拿在手里是你钩针停在哪，就是这样拿着一个方法。那么从图上去看，我跟着这样摆放，大家可以去理解。现在呢，我们按顺序就是勾到这条绿线划分的右边位置，这是后跟的这个地方，后跟结束的这个位置哈。你看一个位置里要勾3个长针，不管勾多大，到这里都是一样了哈。然后我们看一下钩针这样绕线，然后最后这一个位置里勾3个长针，它这个位置怎么样去找？你看你最开始是起了3个辫子，紧接着勾了2个长针，入针点的地方就在这个2个长针的底下穿针。好，3个辫子2个长针的这个底部，好，线头放在钩针上，勾线出来1个长针，一共有3针，好，自己去数一下，不要落针了。第2针，第3针，好，这样我们这样完成这一圈呢，鞋底的第1圈也就完成了。大家在这一圈结尾的这一针上扣上记号扣，然后这个线头这个时候不用管它了哈，我们把这个圈连接起来，勾引拔针。好，这个记号扣我不拿下来，方便视频中讲解，大家可以有一个参考，也就是在你最开始起头的这个3个辫子，你扣的第3个辫子的中间，就是你记号扣穿的这个位置哈，给它这样钩针穿过去，然后钩针这样绕线，勾线出来，勾引拔。引拔针的钩法，前面线头，后面线圈里这样直接给它带线出来。好，这样连起来之后，大家仔细看后边呢会形成一个小辫子，它和针木的这种辫子小辫子 V 的形状是一样的，但是这里它形成多出来呢，要给它收紧啊，不然再勾下一圈，可能有的朋友会把它误以为真的又多勾了。我们这样捏着织片，中指按住上面的这根线，将线呢按住往上提拉紧，仔细看后面这个变化，大家仔细看一下。这样你看刚刚这里的变化是不是缩小了这个线圈？好，这里就收紧了。如果说有的朋友自己这个方法没有掌握好，没有什么变化这个情况呢，那你这样把钩针上线这样拉大，捏着这里的线给它这样往后转，再仔细看这里还会有一点变化的，这样往后一转，底下就收紧了。好，引拔之后呢，要给它去收紧，这样第1圈也就完成了。第1圈完成之后是像这样一个椭圆形的一个形状，然后接下来我们开始钩织鞋底的第2圈啊，也就是从图上看划分的红色区域部分。首先呢，我们起3个辫子，我们说勾鞋底的时候起3个辫子是把它看作为一个长针，就当做一个长针了。同一个位置就是底下这个通着的同一个位置再勾一个长针，就是你扣记号扣的这个位置啊。然后这就相当于一组长针加针，然后接着到下一针里勾2个长针，这是第2组长针加针。一个位置里勾2个，就是加针的意思。下一针勾第3组长针加针，不管哪一个月份段，后跟就是开头从这儿到这儿的位置呢，勾法都一样。好，我们跟着一起来勾。首先呢，我们起3个辫子针。好，这里要说一下，这个线头哈，就是我们上一圈已经藏好了，对吧？就不用管它了。新手刚开始学这个线头剪的时候要留一点，好，强调一下这个，给大家说一下重点哈，后面会给大家讲到的，线头留一点哈，刚开始学的朋友。然后我们首先起3个辫子针，在第3个辫子上扣上记号扣。好，接着我们在你记号扣的这个就是上一圈你第3个辫子这个地方，在这里勾一个长针，好，也就把它拿下来，这里有个小孔，钩针这样绕线穿到这个位置，勾线出来，勾一个长针，这样开头的3个辫子呢，和刚刚你勾的这个长针它拼在一起，就相当于看作为一组长针加针，就算一组了啊。然后接下来勾第2组，第2组后面就正常勾，钩针这样绕线，到下一针看这个针目，你看这个长针的针形的高度哈，上面是针目的辫子，这样穿过去，勾线出来。勾一个长针，同一针呢再勾一个长针，这就是第2组长针加针了。然后接着勾第3组，钩针绕线，下一针这样穿针，你看针的上边是辫子，穿过是针目，勾线出来，勾一个长针，同一针还是这个入针位置呢，再勾一个长针，这样后跟开头这里呢，也就是3组长针加针这一块我们完成了。接下来我们又勾到2条绿线划分的中间区域角弓区。好，我们看一下，你看这个针形上呢，它和上一圈是一一对应的，也就是说到这里的中间角弓区的针数和你上一圈的针数是一样的。我这里是起12针的为例哈，中间是有10个长针，就按顺序给它勾过来。其他月份段的，你就看你起多少针，例如这个10针哈，减2针，就是你中间需要勾的这个针数了，就是8针。好，自己去减一下看一下。
这样穿过针目，然后勾线出来，勾一个长针，你可以从这针去数。好，穿过去勾出来第2个长针，第3个长针，第4针。给大家说勾的松紧是什么意思？如果你身上的线圈带的很大，你看我再去勾长针的时候，这里勾出来是不是很松啊？这就是勾松的情况了。如果勾紧呢，就是说你勾针上的这个圈啊，这样给它勒得很紧，你再去勾的时候呢，你也会觉得，哎，这个线怎么那么难勾过来？说明你勾的有点紧了。有的朋友说我这个怎么那么难勾，不像视频中那么顺滑，那这就是你可能勾的有点紧了啊。这个方法的话要多练习，慢慢去掌握。这样一针对一针的勾长针。勾完之后，自己呢也要去自行去检查，不要直接勾过来，但是没有去看，但是你就不知道是对错了哈。你看我们这里中间这块勾完之后呢，你可以从开头去看，最开始3个辫子边上一个长针，这是看作1组长针加针，下一针里勾2个，这是第2组，这是第3组，这是后跟开头，然后你再数你中间的1、2、3、4、5、6、7、8、9、10，那我按顺序，我这里需要勾的针数就勾对了哈。然后接下来我们现在又勾到鞋头的位置了，也就是这条绿线划分到左边这块红色区域，这样看。一个位置里2个长针，这是长针加针，这是一组，第2组长针加针，第3组长针加针。好，3组长针加针勾完之后呢，然后到中间是勾了一个单独的，你看这里就一个 T 上面带个点，一个长针，再到这半边，好，然后3组长针加针，就按这个顺序，这个规律给它勾过来，这样就形成这种半圆了。好，不管哪一个月份段，到这儿又是一样了。好，然后我们取下之前扣的记号扣，这里是为了区分鞋头，好，取下来，钩针绕线，穿针，勾线出来一个长针。你在这个长针上呢扣上记号扣，还是为了区分鞋头的位置，这样去标记好，不要忘记了。好，同一针再勾一个长针，这就是1组长针加针了。然后下一针穿针，好，先勾一个长针，同一针再勾一个长针，这是第2组长针加针。下一针穿针，先勾一个长针，同一针呢再勾一个长针，这是第3组长针加针。好，也就是这一块3组勾好，到中间有一个单独的。钩针绕线，好，穿针勾线出来，勾一个单独的长针，这里勾好。再到这半边呢，又是3组，好，钩针绕线。下一针穿针，先勾一个长针，同一针再勾一个1组，下一针勾第2组长针加针。好，到记号扣的位置就是这半边的第3组了哈，取下记号扣，绕线穿到这一针，先勾一个长针，同一针呢再勾一个长针，这样你这半边的3组勾完了，对吧？然后你在刚刚最后勾的这个长针上扣上记号扣，自己也可以对着鞋头看去检查一下加针。它这个所指的位置是一个地方，像一个字母大 V 的形状哈，1、2、3组加针，中间一个单独的，要学会看这种纹理。到这半边呢再3组哈，这样就对了哈。然后我们现在又勾到对面了，这样跟着图上去看一下。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是勾到这条绿线划分的中间区域，到对面呢，那你看从图上很好去理解，它两面的针法是相对应的。那到这儿中间，对面还是10个长针。你看你勾的月份段哈，你刚刚这边中间勾多少针，然后一样的勾过来。我这里是需要勾10个长针的，绕线穿针勾出来一个长针，第2针，3、4、5、6、7、8、9、10。好，这里中间勾好了，然后接着我们现在按顺序，好，对面的绿线中间这块勾好，然后勾到后跟这一块，你看这里是有3组长针加针，不管多大的月份段哈都一样，到这个后跟位置，你看刚好这里是1、2、3，剩下3针呢也是对的哈。如果你剩的针数，有朋友说我剩下的不够3组啊，那你可能前面勾错了哈，自己要拆过来去检查一下了。绕线穿针勾一个长针，同一针再勾一个，好，这是1组。下一针勾第2组长针加针，最后的记号扣呢取下来，勾第3组长针加针，这样这个鞋底的第2圈的部分，我们就按顺序给它勾过来了，自己也可以去对照去检查一下。然后呢，我们要把这个圈连接起来，勾引拔针，和之前一样，你看最开始你起头是3个辫子，1、2、3，就是你记号扣的这个地方哈，这里我不拿下来了，方便大家观看，就是扣的第3个辫子，从辫子中间给它穿过去，然后绕线勾出勾引拔，前面线头后面线圈里这样带出来。你看引拔之后它都会形成这种小辫子的哈，要记得给它收紧，按手上提。如果你这个方法自己没有掌握好，你就拽线，这样捏着这里往后拽也可以，线再拖回来。第2圈勾完之后呢，可能会像这样有点卷是正常的，我们可以稍稍的去整理一下，
完成之后还是一个椭圆形的形状。接下来我们钩织鞋底的第3圈了。第3圈呢，从图上来看一下，这里的针法有一点变化。这里首先开头是起了一个辫子，这种椭圆形是变的针的意思哈。然后乘号呢是一个短针针法的意思，就是从平面图上这种针法的一个表达。然后 V 里面一个乘号是短针加针的意思，也就是说短针短针加针，这里开头是一组，然后短针短针加针这是第2组，短针短针加针这是第3组。那不管你钩哪个月份段，你自己可以参照这种图，你看画的针法都一样。像钩这种鞋底啊，鞋头鞋后跟都一样，它区别就是中间。然后我们先按顺序，先把这里钩好。好，先把这里给它钩过来。首先呢，钩一个辫子作为短针的起立针，钩针绕线，钩一个辫子针，这是短针起立针哈。这里就不用扣记号扣了，我们取下这个记号扣，就是在你记号扣穿的这个位置啊，这是你第2圈第3个辫子这个地方穿这个有个小孔，穿针，看一下短针钩法，穿针绕线钩出来，针上2个线圈，绕线勾过这2个线圈，好，一个短针在这个短针上扣上记号扣，侧边穿过来，内侧扣的 V 的形状小辫子就是针目了。那么一个短针钩好了，下一针呢钩短针加针。看接下来的针目，它靠着引拔的关系哈，下一个针目的辫子这个线啊可能会有点分开，你要看线的这种，你看长针这种纹理的高度，上面对应的是针目，不要落针，不要漏掉了。好，钩线出来，钩一个短针，同一针再钩一个短针，这就是短针短针加针一组，然后接着再钩第2组，下一针穿针钩一个短针，下一针钩短针加针穿针先钩一个，同一针再钩一个，然后接着第3组。下一针钩一个短针，下一针钩短针加针穿针，先钩一个短针，同一针再钩一个短针。加针呢，就是说一个位置里钩两针的意思哈，就是给它增加了1针的意思。这样后跟这块的3组钩好了，然后现在我们钩到绿线划分的中间区域了。到这个第3圈的时候呢，中间就是我们鞋底的第3圈，你看中间的针法它会有一点变化，这样钩出来的效果是为了让鞋底钩出有这种弧度的一个形状。这是鞋头偏大，后跟小一点，中间有一个坡度啊，这样给它这样过渡过来的，好，这样是一个鞋底的一个形状。所以这个针法上的分配呢，大家看你前面开头的截图，我这里你看这里中间这里是3个短针 ，T 是中长针的意思，3个中长针 ，T 上面这个点是长针的意思，4个长针，你看3针加3针再加4针，好，一共是有10针，它这个针数总共是中间是有10针，只是针法上给它这样分配了一下，好。其他的月份段的话，你看你就看上面画的这种针法，要认识一下这个3个短针、3个中长针、2个长针。好，我们自己根据截图，自己把你钩的月份段的中间针数给它钩好。那我这里就是按顺序要钩3个短针了，一针、第2针、第3针。好，你看你需要钩多少个好，然后接着我们中间再钩3个中长针。中长针的钩法，钩针这样绕线，好，穿针进去，钩线出来，针上3个线圈绕线，直接钩过针上3个线圈，这是中长针的钩法，一针绕线，下一针穿针绕线钩出来，针上3个线圈绕线，直接钩过针上3个线圈，第2个中长针绕线穿针钩出来，好，第3个中长针，3个中长针钩完之后呢，接下来我们我这里算到是6个月的话，这里是要钩4个长针了。你看你钩的月份段哈，这里要跟着视频中讲的这个方法，学习方法呢，然后来进行编织的。第2个长针，第3个长针，第4个长针。好，那我们钩完之后可以看一下这个效果。你看，从这边第3圈开头钩过来，这个中间位置就是有一点坡度了，由低到高。然后接下来我们钩到鞋头的这个位置了，这样长针加针，长针为一组，一共钩了1组、2、3、4、5、6，也就是重复这个方法钩好6组，到这边呢，再到下一针钩长针加针，好，这一针位置就是你记号扣的这个地方了，就按这个规律呢给它钩过来。好，我们先取下这个记号扣，在这里钩长针加针绕线，穿针钩出来，钩一个长针，好，然后你在这个长针上呢扣上记号扣，还是为了区分鞋头的这个位置的，同一针还是刚刚入针的位置，再钩一个，这样你看。一针的位置里钩2个长针，这是长针加针的意思。看线的这种纹路呢，它是像一个字母 V 的形状。好，然后接着下一针再钩一个长针，这样长针加针，长针一组就钩好了。长针加针，长针。好，再演示一下第2组绕线，下一针穿针钩出来，先钩一个长针，同一针还是这个位置，再钩一个长针，这就是长针加针的钩法。然后到下一针钩一个单独的长针。这样就钩好了长针加针长针第2组，已经给大家演示了1、2、2组的钩法。那后边呢重复部分大家自行完成。好，然后剩下还有4组哈，你把这6组钩完之后，我们再接着看讲解。
好，现在6组的规律已经勾好，大家勾完之后自己要去检查一下，看这种线的纹路，长针加针像一个大 V 的形状，下一针勾了一个单独的，这样为1组。好，第2组3、4、5、6组勾好呢，然后再到这边，也就是对于这个位置的，在这里勾长针加针，好，去掉这个记号扣，绕线穿针勾出来一个长针。同一针再勾一个长针，这样这个鞋头这一块呢也就完成了。完成之后，你在刚刚最后这个长针上扣上记号扣，好，按这个规律勾过来，这里要标记好。然后接着我们又勾到对面了，这个中间部分，从图上去看的话，也就是像这样的。我们现在这一块完成，又勾到2条绿线划分的中间。我们说了，第3圈要勾出鞋底有一个弧度的形状。你对面呢勾的时候是由低到高，那到这边要对应起来，到这一侧就是由高到低，针法上你看它是相对应起来的。所以你在勾的时候呢，就看你前面的截图。你看，例如你勾大月份段的话，像9到12个月份段，你看这里数一下一共有多少个长针，1、2、3、4、5，你就按顺序勾过来，然后接着再勾中长针、短针。好，根据你的截图，按你勾的月份段把中间部分完成。然后我这里是接着是先勾4个长针。1、2、3、4，好，4个长针勾好，然后接着这里是3个中长针。你看你勾哪个月份段的哈？这里要跟着视频呢，看这个方法来勾。1、2、3，好，3个中长针，然后我这里再勾3个短针，乘号是一个短针的意思。1、2、3，那这一块中间部分也就勾好了。然后我们现在勾到这个后跟结束的这块位置了，也就是这条绿线的这半边。这里是短针加针短针，这是一个组合，1组、第2组、第3组，按这个规律，你看不管勾多大月份段的哈，到这里又是一样了。好，我们接着下一针勾短针加针穿针，勾一个短针，同一针再勾一个短针，这是短针加针，下一针呢勾一个短针，这样是短针加针短针1组完成。好，一共要勾3组，接着勾第2组，好，短针加针，下一针勾一个短针，然后是第3组，短针加针，加针就是一针里勾2个，然后你看什么针法，这样对应来勾，最后呢再勾一个短针。好，这样你看我们这个鞋底的3圈呢也就完成了，然后大家在结尾的这一针上扣上记号扣。和开头连接，这里连接我们就是直接穿过。你看最开头，我们最开始这里是勾短针，对吧？就是你扣记号扣短针的针目哈，针的上边是这种辫子形状，就是穿过针目的意思。绕线勾出勾引拔，这里引拔针前面都有讲解过哈，前面的线从后面线圈里这样直接带线出来。你看引拔之后形成的小辫子要给它收紧哈，这样去收紧，或者拽大线圈，这样往后拽哈。好，我们这个鞋底的3圈完成了。完成之后呢，可能我们新手朋友或者有的朋友勾的时候呢，会说，哎，我勾完了那勾的时候呢，也不用去数针数，就是你在勾的时候啊，我们1对1的进行勾织。好，然后接下来开始勾鞋身部分了。首先呢，我们起3个辫子针，1、2、3，这里只是长针的一个起立针哈。勾鞋底的时候是把它当做长针，你在勾鞋身的时候，它只是作为长针的起立针，就不用扣记号扣了。好，跟着讲解来，然后我们取下这个记号扣。这里要说一下，我们在勾鞋身的时候呢，钩针入针这个方法，你看这是针目的这种辫子形状。那鞋身第1圈呢，我们钩针是从针目的中间，好，从这个你看这种 V 的形状小辫子哈，这样看是 V 哈，我们从这个中间穿过去，挑上边的这一根线勾长针，就是底下的这根啊就不管它了，就这样哈。这样你勾出来呢，你看这个鞋底和鞋身它会有一条分界线，勾出来的效果会好看一点。好，我们取下这个记号扣。钩针绕线，刚刚记号扣这针，看这个针目从针目中间穿，挑上边这根线，底下这个就不用管它了。勾线出来，线勾出来的时候不要这样太低，给它往上带一点。好，勾鞋身手，钩针绕线，勾过前2个线圈，再绕线，勾过后2个线圈，一个长针勾好。你在这个长针的针目上扣上记号扣，然后接着下一针绕线穿针。都是从鞋身第1圈都是从针目中间哈，后边就不再强调了，自己要知道这个入针方法，勾出来勾长针，这样勾了2个长针对吧？然后到这边呢勾长针减针，长针减针的勾法，钩针这样绕线，好，穿到下一针，针目中间啊这样穿针勾出
线勾出来要往上带，如果你很低的话，你勾的长针针型也会比较低哈，这样你的斜帮会短一点。好，这样往上带一点，绕线勾过前2个线圈，接着勾针再绕线到下一针。好，接着是到下一针了哈，穿针绕线勾出来，绕线勾过前2个线圈。现在针上有3个线圈，绕线直接勾过针上3个线圈。这个呢就是长针减针的勾法。那我们这边2个长针减针，这一侧减针勾好了。那另外一边呢，你可以先提前做个标记。就从底下这个记号扣数，好，这个记号扣是1、2、3、4，往这边数的第4针上标记好，就是你一圈勾到这儿啊，也是要给它勾减针的。然后其余的位置呢，看一下我们这样绕线穿针勾出，这样勾长针绕线穿针勾出来带线，这样用钩针往上自然的均匀的往上带，不要猛一扯容易把底下孔会扯大的。好，这样均匀的带上来，看穿针勾线出来，这样好勾长针。这一圈都这样哈，然后我们勾的时候只需要在这边挂记号扣，就是你左右2只勾的时候只需要这里扣上记号扣，这个就不需要了，拿下来。然后大家这样勾到这儿，勾到就是不管你勾哪一个月份段的哈，勾到这个记号扣，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好，现在我们这个斜身第一圈呢就是这样，每一针里都是从针目中间穿针，就是斜身第一圈是这样的一个入针方法哈，1对1的去勾长针对应起来。所以你在勾的时候呢，不要跳针哈，就是你不要跳过一针，直接到下一针，这样你就会落掉一针，最后勾的形状啊可能会有点不太对称。还有就是说，不要在一个位置里多勾，你要是一个位置里多勾呢，勾出来的斜身它会往外翻，因为你给它针数勾多了，出错了就会这样哈。然后到这个记号扣的地方，也是把记号扣给它拿下来，勾针绕线，穿针目中间勾出，好，对应的勾上长针。那你勾完之后呢，记得要把记号扣再扣到你刚刚勾的长针的这个针目上，也就是说把它原本在鞋底上给它挪到斜身这个第一圈的上面了，还是为了区分鞋头的哈。就是你勾的时候呢，不要忘记了，剩下部分还是这样，每一针里去勾一个长针，好，还是1对1勾哈。那每一针里勾一个，然后按这个方法呢，大家这样一圈勾到这一侧我们标记的这个位置，到这里也要减针的，把这块大家自行完成。这里是重复的方法，最后这个记号扣取下来，好，勾长针。这样这个斜身第一圈呢，不管你勾哪个月份段的哈，就按照这个方法给它勾过来就可以了。然后你在结尾这针上扣上记号扣和开头连接，开头我们扣的是长针上面的针目哈，针目是针的上边是辫子，穿过针目勾出来，好，给它勾引拔。前面线的后面线圈里直接带线过来，注意这里哈，在勾后跟的时候，引拔连接处一定要去收紧。如果你不收紧，你看这个地方明显会有空隙。不收紧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这个后跟啊，它会往外撇开，也是我们新手可能有朋友勾说，我这个后跟怎么往后仰呢？那你这个引拔处要给它收紧。你看这个后跟完成，它就会向里收一点，宝宝穿起来也会这样跟脚的哈。好，我们这样给它去收紧。然后勾完这个斜身第一圈，这里大家要看一下，这个是重点的一个部分哈，要给大家讲一下，就是有的新手会出错的一个情况。你看我们前面讲了，剪的线头呢不要剪掉，这个线头现在的情况是在这个鞋子的里面的。好，勾斜身第一圈是穿过针目勾长针，从针目中间入针的，剩的底下的这半边的线呢，你看它会现在会形成一条这种条纹的形状，这样底和斜身会有一条分界线，它是在这个外面的，你这样是能看到的。斜身是这样向上勾，好，向上勾，线头在里，你拿的时候是和视频中是一样拿着。这个是后跟的位置，勾的时候呢都是从这边开始起针，这样绕圈勾。有的朋友拿着怎么样拿着呢？就这样给它反着拿了，然后你跟着视频勾，说我明明是跟着视频一样勾的，怎么就是不对劲呢？那你看你勾，你这样勾是不是倒着勾了？这样就勾错，你把这个这种纹路的话，它没有正面整齐哈，一定不要出错这一点。那接下来我们开始钩织斜身的第2圈，首先还是起3个辫子作为长针的起立针，这里不用扣记号扣，取下这个记号扣。好，钩针绕线，然后后面我们这个时候穿针啊，就直接穿过针目了，看到没有？针的上边是辫子，只有斜身第一圈，为了让底和斜身有一条分界线，剩下你就直接穿过整个针目了哈。勾出来，勾一个长针，在这个长针上扣上记号扣，然后勾长针减针，钩针绕线，下一针穿针。绕线勾出来，绕线勾过前2个，再绕线到下一针穿针勾出来，绕线勾过前2个，针上3个线圈，绕线直接勾过针上3个线圈。这边是起立3个辫子作为起针的，然后长针减针，这一侧减针勾好了，另外一侧呢也是要减针，你可以先提前标记，从这个右边的记号扣数1、2、3，好，找到第3针的位置给它扣上去。然后我们勾到鞋头也是有减针的。好，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编织。然后你在勾的时候呢，就看你勾的是哪个月份段哈。这一块你不用去数针数，大家勾的时候就跟着方法来。你看这边上它有这种针目是很清晰的，对吧？这样每针里勾一个长针，每针里勾一个长针，然后勾到你标记记号扣的位置呢，再看鞋头减针的这个方法。那么这一块呢，就是1对1的勾法，非常简单，大家就自行完成。勾到这儿，再接着看看视频。
好，我们按照视频讲解的顺序呢，这个后跟位置起3个辫子，长针、长针、紧针，这边就对应针目，一针对针的勾长针，好，快要勾到系腰扣的位置了。然后你在勾斜身的时候呢，我们勾针这样勾长针，你看勾针勾出来之后，这个线要给它这样稍微往上带一点哈。有朋友呢这样勾出来就直接勾长针，这样你勾出来长针的针型它会矮一点。那这样你完成斜身的这个4圈，你的斜帮的深度它也会浅一点的哈。这个是勾的时候，就是你勾针勾出来之后，先这样勾长针，给它稍微往上带一下，这样你看勾长针，它这个针型高度会均匀，好，一定要均匀一点。然后这样勾长针，好，到鞋头位置了，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减针哈，不管哪个月份段减鞋头都一样了，好，都一样的方法，取下系腰扣。这里呢，按照长针减针，长针呢为一组，重复的勾7组，先勾第一组，勾针绕线，好，穿针绕线勾出来，绕线勾过前2个，再绕线到下一针，穿针勾出，绕线勾过前2个，勾针绕线直接勾过针上3个线圈。长针减针勾完之后呢，你在这个减针上扣上记号扣，好，一定要标记好，还是为了区分鞋头的，给它挪到这个上面去了。接着下一针勾一个长针。这样呢，我们就勾好了长针、减针、长针，这是一组，就是你勾了这一组呢，后面就重复这个方法，一共勾7组。好，再演示一下第2组，勾针绕线，好，接着勾减针了，穿针勾出，绕线勾过前2个，再绕线到下一针，穿针勾出，绕线勾过前2个，绕线直接勾过针上3个线圈，长针减针，下一针勾一个长针，这样就勾好了长针、减针、长针的第2组。你看会一组就是一组完成，接下来就重复，这是第2组。然后大家把鞋头部分的7组自行完成哈，完成到这边呢，再接着看讲解。好，现在这个鞋头的7组已经勾好，然后勾完之后呢，自己要去检查一下哈。接下来这个后边结束部分呢，就是还是对应针目，勾针绕线。你看这个针目这种辫子很清楚，这样每一针里勾一个长针，好，这样勾长针，下一针也是一个针目里对应的去勾一个长针，然后你勾到后跟，我们标记记号扣的位置再看讲解，因为到这里要减针的，这一块大家自行完成。好，现在这一边对应针目勾长针已经勾到结尾处了，把我们标记的记号扣拿下来，到这里要勾长针、减针。绕线穿针勾出，绕线勾过前2个，再绕线到下一针，勾出来，绕线勾过前2个，绕线勾过针上3个线圈，然后最后剩下这针呢，把记号扣拿下来，勾一个长针，这样斜身第2圈呢也就完成了。然后大家在结尾的这一针上给它扣上记号扣，和开头连接，穿到开头的这个长针的针目，穿针，针的上边是辫子，就是穿过针目，绕线勾出，勾银拔。前面线到后面线圈里带出来，你看银拔之后，它就会形成一个小辫子的，这一块一定要拉紧哈，不然会有空隙，后跟也会往后仰，这样给它按住了往上提。好，之前都有学过这个方法，看这样它会往里收一点。然后勾完之后，我们这个鞋子的鞋型啊，可以用手这样去整理一下，因为你拿在手里是怎么方便怎么拿的哈。还有这个线头，你看这个时候它还是在里面，这个线头啊，起针线头它一定是在里面的，这样你拿的织物的织片，它这个正反面才是对的哈。然后接下来我们钩织斜身的第3圈，到这个第3圈后边呢是一个短针的一个钩法。首先我们起一个辫子，钩针绕线，钩一个辫子作为短针的起理针。好，然后取下这个记号扣，穿到这一针勾短针，钩针这样穿针绕线勾出来，绕线勾过这2个线圈一个短针，在这个短针上呢扣上记号扣。然后我们这个是后跟位置好，往这边勾的。然后这一边呢，你就是对应针目，看每一针里穿针勾出，勾一个短针。又是1对1的勾法，只是这里呢是一个短针的一个针法，大家这样就是看你勾的月份段哈，这边对应针目来勾，好，也不用去数针数，就是对着你勾的这个针目，勾到这个记号扣前面还剩下2针的时候停下来，就是剩2针停下来，这一块都是短针哈，勾到这儿。好，现在斜身第3圈，从后跟开始勾短针，勾到鞋头记号扣前面剩2针呢，这里是勾2中长针的，钩针绕线，好，穿针绕线勾出来，针上3个线圈绕线直接勾过针上3个线圈，一个中长针。绕线下一针穿针绕线勾出来，绕线勾过针上3个线圈，第2个中长针，这样勾中长针在这里呢过渡一下鞋口的一个弧度，然后我们取下这个记号扣，鞋头这里呢还是有减针的，按照长针减针，长针呢为一组，我们先把4组勾好，也就是先勾4组哈，取下记号扣，钩针绕线穿针勾出，勾过前2个，绕线下一针穿针勾出。绕线勾过前2个，绕线勾过针上3个线圈，这是长针减针。勾完之后，记得把记号扣扣在刚刚勾的这个减针针目上，从上一圈又挪到这里了，好，标记区分鞋头的。钩针绕线到下一针勾一个长针，这样呢就勾好了长针减针长针，这是一组哈，然后一共要勾4组，接着勾长针减针，下一针一个长针，这是第2组，然后再长针减针。下一针一个长针，第3组，你看勾出来的长针哈，线要稍微往上带一下，太低的话，你的鞋口也会浅的。好，这是第3组，然后接着勾第4组，长针减针，下一针一个长针，勾完自己要去检查一下哈，1、2、3、4，然后接着到这边呢，4组完成了对吧？我们到这边再勾一个长针减针，
穿针勾出，勾过前两个，再到下一针穿针勾出，勾过前两个，绕线勾长针减针，然后接着到这一侧，好，然后接着我们绕线勾一个中长针。有的朋友可能会问这个问题，说，哎，你这一侧你是勾2个中长针啊，怎么到这边是勾1个？其实这里你勾2个也行，你到下一针勾也可以哈。只不过这个里我是这样，它这个位置你看在这里两边是稍微对称起来的，等于斜头是减掉了5针。好，我们不管勾多大的，你就按照这个方法来也可以，好，都是一样的。然后剩下的部分哈，剩下的部分我们就是都是勾短针了，这样每一针里勾短针，好，一直勾到后跟结束的这个位置和开头连接就可以。这一块大家自己完成。圈呢，我们已经勾到后跟位置了，取下最后的系钥扣，穿针勾短针，然后结尾的这针上扣上系钥扣和开头连接，穿到开始这一针，勾线出来，勾引拔，这样收紧。然后接着鞋身的第4圈，这里要说一下哈，你看像这种宝宝鞋子呢，这个分左右脚的话，也就是说在第4圈来区分左右脚，左脚的鞋带往这边扣，右脚的鞋带往这边的。那么你在勾一双的时候呢，从鞋底到鞋身前面3圈，左右两只的勾法，按你勾的月份段跟视频学习方法啊，这里是一样的，只是在第4圈来区分左右。接下来呢，我先给大家讲按这个顺序来，我们先来学习右脚鞋带的第4圈，好，也就是说从这里开始起针勾短针，勾这一侧的鞋带了，勾完鞋带再勾鞋头这一块，这样转过来的。这里呢，给大家说一下，这里要留的针数，也就是留的后跟宝宝穿的这个脚脖的这一块的距离。这里的话，0到3个月呢，留针数是留9针，3到6留10针，自己可以截图一下哈。那我视频中因为讲解的是3到6个月月份段的，所以我这里就留10针就可以了。留针的时候怎么样去看？我们来看一下，可以把钩针上线稍微拉大，钩针放到一边，从连接处的左边系钥扣去数。好，我这里留10针哈，从系钥扣数，这是1、2、3、4、5、6、7、8、9、10。好，在第10针上扣上系钥扣。然后你看你勾的是哪个月份段的宝宝鞋子哈？如果你是勾的6到9个月的话，就再往前数，在第11针上扣上系钥扣；9到12个月再往前，在第12针上扣上系钥扣。这就是说留的宝宝脚脖子穿这块，但是这个针数啊，还有鞋带的长度，只是仅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因为你要如果宝宝在身边。要根据宝宝脚脖子的胖瘦，好，你要是觉得这个，哎，我留到这儿，宝宝穿起来明显会有点勒紧啊，你可以往前移，好，往前移，方法要灵活一点哈。然后我们这样再给它穿进去，现在勾这个右脚鞋带的这个部分了，首先立一个辫子，等于现在勾的是右脚的这个部分哈，后面会给大家继续讲解左脚的。好，穿针勾一个短针，给它扣上记号扣，然后这边就一直勾到你标记记号扣的这个地方，这一段都是一个短针的一个勾法。还是要说一下，留的这个针数啊，只是做一个参考，因为宝宝脚的胖瘦啊，还有脚脖的这块啊，它还有就是要根据实际情况。如果你说宝宝没出生，你可以按推荐的来也可以，或者送人也可以哈，在身边，那我们实际的去看，这样会更具体。好，取下这个系钥扣，到系钥扣这针穿针勾短针啊，等于这块的距离留好了。其实鞋带它大概有一个大概1厘米左右的一个宽度，这个没有测量。其实就是在这个椭圆形居中的这个位置往这边来的。好，那这里鞋带的这个长度呢，这里也是做一个参照哈。我视频中是3到6个月的起13个辫子，加上5个辫子，这里都有加5个辫子是留这个纽扣的扣眼的。然后你看你勾的哪个月份段，就起好对应的辫子，再加上5个就可以。然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这里就起13个辫子针了，1、2、3、4、5、6、7、8、9、10、11、12、13。然后你起完之后看一下这个长度，鞋带是往这边扣的，你看长度是否合适？如果觉得太长了，拖到这儿的话，你就少起一点，因为每个人勾的松紧会不一样啊。如果觉得短了，你就多起。好，起好这个长度之后呢，按住你起的这个最后这个辫子哈，再起5个辫子针，1、2、3、4、5，然后接着往回勾长针了，勾针绕线，回到你按住的这个辫子，从这个小辫子的中间穿针，给它穿过去，绕线勾出来，勾长针，线可以稍微往上带一点，像这样。捏着这个底部绕线勾长针，这样这个纽扣的扣眼呢也就形成了。大家拿出材料里配的这个纽扣，或者你自己家里有也行，你这样给它扣上去，稍微紧一点没关系，只要能扣上去就可以，因为扣它也是合适的哈。然后勾针绕线，接下来就往回了，看每个辫子，你看起的辫子针都是从中间穿，这样往回勾长针。好，每个辫子从中间穿，你不要一针里多勾，也不要跳针勾，要1对1的勾，这样你勾的鞋带呢，它会这样均匀过来。好，这一块大家勾到底部哈，自行完成。好，这里鞋带对应我们起的这个辫子针往回勾长针已经勾到底部了。勾完之后，如果鞋带这样卷，
这样去理一下就行了。然后钩针绕线，这边都是短针对吧？然后在这个侧边，你看你最后这个短针哈，侧边这样穿过一根线，再往后面看也给它穿过一根，就是从这个侧边上看像一个辫子哈，勾线出来给它勾长针。勾完之后呢，到这个底部，你看我们这个线在这儿哈，接着下一针空一针，再到下一针里穿针勾短针，捏着这边往这边勾一下，这样它这个衔接起来哈，底部这里在短针的边上给它加了一针。好，然后接下来呢，这块的距离呢就看你勾的月份段了。好，对应的勾短针，你要是小月份段可能就是勾个针数少一点，大月份段可能就是你对着针目来勾。到记号钩前面上2针，还是勾2个中长针。好，上2针了。勾2个中长针，穿针勾出，好，这里穿过针目，绕线穿过针目勾出，勾1个中长针，绕线下一针穿针勾出第2个中长针。好，你看一圈一圈过渡这个斜口的一个弧度形状，然后到鞋头位置呢，这里是连着勾4个长针紧针，取下这个记号扣，钩针绕线穿针勾出来，勾过前2个，下一针勾出来，勾过前2个。好，一个长针紧针，鞋身这一块呢，也就一共有4圈，所以这里不扣记号扣也可以了。然后一个减针勾好，接着勾第2个减针，下一针第3个减针，下一针第4个减针，然后连着的4个减针勾完之后呢，到这边我们再勾2个中长针，穿针勾出来1个中长针，下一针穿针，好，重新穿一下，给它扭上去了，绕线，下一针穿针勾出来第2个中长针，你看这边就等于斜头，就第4圈的斜头这边是2个中长针，斜头4个减针，再2个中长针。好，你看我们刚刚这里1、2、2个中长针对吧？如果会看针型的朋友会仔细的去观察，你看这个中长针哈，对应的就是你上一圈这个中长针的上面，这样对应起来的。所以在前面这一圈呢，就让大家勾1个中长针就可以了哈，这样你这圈衔接起来就对称起来。然后接着下一针勾1个短针，后面就全部都是短针了。后面全部都是短针的这一块哈，大家自行完成，勾到后跟再看讲解。好，现在这个已经勾到后跟最后的记号扣位置了，取下来，对应的也是勾1个短针，然后和开头连接，取下记号扣，穿到开头的这一针，绕线勾出勾引把前面线到后面线圈里带出来，将线拉大剪掉。这里呢可以留长线，因为缝合，那你留的时候可以留个30米长度左右哈。将线剪掉，然后把这个线呢给它从这里理出来，然后这样收紧这个最后位置。这个我们就是一个右脚鞋子主体完成之后的一个效果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好，这个鞋带呢就往这边扣，然后你让大家留长线呢，就是为了让你穿上缝针，把这个线呢给它从这个里面穿过去，过渡到这一边。纽扣呢就给它扣在这一侧，扣的时候就这样鞋带理过来就可以了，也不能这样太偏哈，自己看。然后这个右脚的这个方法我们就学习了。接下来呢，我会把这个线给它拆回来啊，就是把第4圈拆回来，再接着给大家讲解左脚鞋子这个第4圈的勾法哈。然后你勾完这个右脚就放到一边，接着再勾另外一只就可以。好，那我们现在呢开始来学习左脚鞋子这个第4圈的勾法。左脚鞋子鞋带在这边往这边扣的，所以这一块要预留这个针数的位置了，就是留这个距离。然后和之前给大家就是你参照这个截图哈。我这里3到6个月，也就是要留10针，然后数针数呢，就是从这里是居中哈，这个右边记号扣往这边数，右边的这是1、1、2、3、4、5、6、7、8、9、10，到这个位置的时候扣上记号扣，也就是到这边呢，就是你围绕这一圈绕过来，到这里勾鞋带的。好，我们接下来呢就是第4圈的勾法了。首先立一个辫子，取下记号扣。勾短针扣上去，然后这一块呢，我们还是到，就是你在勾的时候和之前视频中讲的顺序一样哈。你看这里减针，区分鞋头位置了，这里是有一个记号扣的，你按前面讲解的时候，这里是要标记好的。然后我们这边呢，就是对应的勾短针，对应勾短针，一直勾到你标记鞋头记号扣前面上2针的时候停下来，这一块哈全部都是短针，勾短针，勾到鞋头记号扣前面还剩2针呢，这里是勾2个中长针。1、2，然后取下记号扣，鞋头部分勾连着勾4个长针减针，1个减针，第2个长针减针，第3个长针减针，第4个长针减针，然后到这边呢再勾2个中长针，1、
2，好，这一块勾好，然后接着到这一侧，又是对应针目，每一针里勾一个短针，勾到你标记需要勾鞋带的位置的时候停下来。好，现在我们勾到留的这个位置，这个地方，到这个倒是我们现在是勾的左脚的哈，到这个系腰扣的时候呢，这里不用勾，这里不用勾。好，然后接着就直接勾鞋带了。鞋带这里是你另外一只起多少个辫子加这个5辫子啊，一样的哈。这里我还是起13个辫子。我们说长度的话也是做一个参考，1、2、3、4、5、6、7、8、9、10、11、12、13。好，按住你起的，就是长度合适之后，按住起的这个辫子，再起5遍的针，3、4、5，绕线倒回到按住的这个辫子中间穿针，给它勾长针。然后你扣一下，看这纽扣留这个扣眼是否合适哈。这样呢，接下来就是往回去勾长针了。这一块哈，对应起的辫子的针，每一针里勾一个，勾到底部的时候再看讲解。好，这个鞋带对应辫子勾长针已经勾到底部了，钩针绕线，我们说了这边上你是勾短针勾到这儿停下来的，和之前的方法一样，短针的这个侧边穿过一根线，后面呢附带着也给它再穿过一根，就是同时穿过2根线哈，在这个底部勾一个长针，就是加了一针在这个底下哈，然后这个系腰扣啊就是你空掉的一针，好，就是空的这针，直接到下一针里穿针勾短针，这样你勾完，你看鞋带它这一块就衔接起来了，好，然后到后跟呢全部都是短针的一个针法。这样勾短针，那么到这里呢，我们这个宝宝鞋子呢，这个左右2只也就跟着教程给它勾好了。大家呢会了这种小船型鞋的主体勾法之后呢，像橱窗里面还有其他款式的这个宝宝鞋子呀，其实你这个会了，其他的也差不多了哈。船型鞋的主体都是一样的，区别只是一些装饰啊、小配件之类的。好，勾完之后我们取下系腰扣，穿到开头这一针，绕线勾出勾引拔加线拉大剪掉。好，这里之前是剪过的，这样收紧一下这个后面。然后呢，我们这样穿上缝针，穿上缝针之后呢，然后你看我们现在是扣的左脚这个主体哈，左脚鞋带就往这边扣，是这样的一个形状。纽扣呢，你就看把鞋带理过来，扣在这边位置，这个线就给它移过去。我们像这样给它穿针，穿到里面去呢，挑这个里面纹理上的线，挑这种纹路上的线哈，给它这样过渡移过去，移到大概你需要缝合纽扣的这个地方。再往回移，可以这里呢移隔的，你看这样往回移，穿过一根线，有一个小圈，穿到这个圈里，后面摁住，这样去收一下，相当于给它扣了一个结哈，要把这个结给它拉平整一点，再往前移。好，我们要看一下这个位置到哪是否合适了，把这个鞋带理过来，鞋口理正，理一理，理一理之后呢，我们看一下哈，那纽扣大概也就是在这个边上。啊，在这个边上，我们看移的位置也差不多了，然后你就可以在这个需要缝纽扣的这个地方，给它把线穿出来。穿出来之后呢，这个线要给它分开，这样给它拨开，一边呢留出来2根，好，另外的一边的线呢就可以剪掉了。这个多的你剪掉，然后这里你看留出来这2根线哈，材料里面就是会给大家配这个细缝针，这里要说一下哈，有的朋友呢会拿材料里的这个粗针去穿这个纽扣，这个。很明显，它是穿不过去的，所以你拿针呢不要拿错了啊，一定是要拿材料里的细针，因为细针才就是这样可以穿过的。好，然后我们这样穿上缝针，好，穿上之后呢，我们就缝合这个纽扣。你看这个底部有这个孔，材料里面这个针你自己不要拿错了。有朋友会问咨询，你说这个针怎么穿不过去？你拿错针肯定是穿不过去的。好，我们先把这个给它缝过来。粗针是穿不过去的哈，然后这样给它贴着这个边，好缝好，然后再这样穿，一般穿个3次，缝3次，纽扣就很固定了哈。在这个里面调一点线，从线的这个圈里面穿过，缝出来一个结，然后往前移一点。剪掉，这样这个左脚的主体就勾好了。把这个纽扣给它扣上去。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效果，稍微紧一点没关系啊。如果你勾的时候本来就很松，扣着扣着它可能就会松了哈。然后这个你看我们留的线呢，它是在里面的，这是鞋子的外面的一个纹路。好，这是左脚。那另外一只缝合，我前面录视频演示的这个米色，大家是用这个颜色哈。我们先拿出这个花心，然后勾这个一圈，10个短针，好，这样右手拿好线头，然后左手挂线。
将线呢在中指上这样绕一个圈，捏着这个位置，好，钩针这样穿针，然后绕线，好，勾线出来，钩针绕线，从正常线圈里勾过来一个辫子作为短针的起立针，在你手指套的圈里面勾10个短针，好，钩针这样穿针进去，绕线勾出来，绕线勾过这2个线圈一个短针，我们在第1针上扣上系腰扣，像这样给它扣过来，一共要勾10个穿针。你看这个线头和圆圈是同时拿着的哈，勾线出来，第2个短针，3、4、5、6、7、8、9、10，好，10个短针勾好，然后你在第10针上扣上系腰扣，自己数一下有没有10针哈，从第1针数这个针目到这是第10针，然后我们这样把这个圈拽这个线头给它这样收小。还有一点空隙哈，先不要全部拉紧，然后你这个时候钩针啊可以穿到这个第1针里再去收紧哈，不然你这个第1针针目啊收紧线它可能会带着也会偏小一点，这样先给它钩针穿过去了啊，这样再收紧，你看，然后穿过去之后呢，线头理在钩针上，然后钩针这样绕线，好，给它从第1针位置啊给它勾线出来，勾引拔，前面线头后面线圈里给它带线出来，好，将线拉大，然后剪掉，将这个线这样理出来，啊，这个留的有点长了，大家留的时候也不用留那么长哈。然后这样理出来，我们这个第1圈的10针勾好，然后接下来拿出这个花瓣颜色，就是这个，还是左手给它挂好线，好，线的线头左边为第1针，我们从这个第1针进行钩织，取下来钩针穿过去，一共有10个短针哈，勾出来的花瓣是有5个的，将线递到钩针后边，绕线勾出来。就是这2个线头，你先不管它，你就给它撇到一边去，好。然后这样勾出来之后呢，要给大家说一下哈，我们勾的这个花瓣啊，建议大家勾的时候不要太松，因为你勾松的话，可能这个花朵会很大。勾大的情况下，你摆3朵放在前面呢，可能你，可能就是说，有的朋友说，我视频我勾的怎么没有比你勾的要大很多呢？就可能是你勾的有点松了。那勾的花瓣的时候可以稍微紧一点哈。但是如果你勾松，你勾2朵在前面也行，你勾1朵也可以哈，自己看一下。这个就是说勾松点，就是你针上的线圈的大小哈，这样就松了。好，然后我们就是说保持钩针这样勾的时候，你看钩针这样绕线，就是你钩针头勾线，它可以从这里勾出来。如果说很难拽过来，很难勾，说明勾太紧了，就是好，它是可以勾过来的。好，一个辫子，第2个辫子，第3个辫子，好，起了3个辫子针，然后我们在这一针位置勾3个未完成长针，钩针这样绕线，就是在你这个线啊通着底下就这个位置，好，钩针这样穿针，这个线头哈，就是勾花瓣的这个线头，看到没有？放在钩针上，给它边勾边藏线，绕线。勾线出来，好，稍微往上带一点，针上3个线圈，它是有这点斜度，钩针绕线，好，勾过前面的这2个线圈，这样勾出来之后，它这个高度2个是差不多的，好，然后这是一个未完成长针，就这个一个未完成长针，接着钩针这样绕线，还是这个位置，再这样穿针，记得线头一直放在钩针上哈，绕线勾出来，给它这样均匀往上带一点，它是有一点稍微有那么一点斜度，然后这个时候呢，钩针绕线，好，勾过前面2个线圈，这样勾出来之后，它高度差不多，好，我们自己观察，作为起针好。然后勾了2个未完成长针，接着钩针这样绕线，还是这一针位置勾第3个未完成的长针。未完成长针就是长针啊是勾一半的啊，线头也在钩针上绕线，给它勾出来，这样带出来，绕线勾过前2个线圈。好，一定这个线多就要慢一点。好，你看这样差不多。这一针的位置勾了3个未完成长针，对吧？然后到下一针，下一针位置要看好哈，就在这边，你不要给它跳过到下一个了，到时候你勾的花瓣就没有5个了。有朋友说我跟着我起的也是10针啊，我勾完之后怎么才有3个或者4个，说明你自己位置找错了，你重新再看一下。好，钩针这样绕线，好，下一针再勾3个未完成长针。穿到下一针，穿过这个针目，线头把拿在钩针上，绕线勾出来，勾完之后，你针上的线会越来越多，对吧？你要记得这个规律，绕线我们就勾过前面2个线圈就可以了。这样一个未完成长针，好，是这一针的哈，这一针的绕线，同一针穿针勾出来，第2个未完成长针，绕线还是这一针，这边线你看有点多哈，你可以这样稍微往后抵一下，避免给它勾到了。好，再这样，看这有点多，我们这样给它移过去，穿针勾出来。未完成长针，好，我们来检查一下。最开头是起针3个辫子，1、2、3个未完成长针在这一个针的位置，然后接着下一针1、2、3，3个未完成长针，好，这样勾完之后，你针上有1、2、3、4、5、6、7个线圈就对的哈。然后呢，再来最后一步，钩针这样绕线，直接勾过针上所有的线圈，这一步勾的时候可以慢一点，好，这样就勾过来了。然后我们再勾3个辫子针，1、2、3，接着我们到下一针，好，你看你线的位置在这底下，到下一针就往这边来，这样穿针，线头理在钩针上，绕线勾出来，勾引拔。前面线的后面线就带过来，好，可以稍微的拉紧一下。勾完这个花瓣之后，用你的小手指啊，或者是用钩针后面的柄啊，找里面这样抵一下，给它鼓起来。好，一个花瓣就完成了。这个线头放到一边，然后接着后面呢都是重复这样的方法了。我们再来学习哈。首先起3个辫子，就是你想花瓣要不是那么大的话，你勾的时候，你看我这个钩就是稍微我控制的时候会紧一点，你看钩针这样，但是它是能勾过来的哈。如果说勾都勾不过来了，说明太紧了，就是1、2、3，好，你看绕线，在这个你3个辫子通着的这个地下，就这里
传针勾线出来一个微阳长长针，绕线传针，记得线头一直在钩针上，线头给它藏线的，好，勾出来第2个微阳长长针，第3个微阳长长针，好，这里勾好了，然后接着到下一针绕线，到下一针的位置了，传针勾出来一个微阳长长针，绕线传针勾出来第2个微阳长长针，传针勾出来第3个微阳长长针，你去数一下，针上一共有7个线圈，再来最后一步勾针绕线，勾过针上的所有线圈。你勾的时候，你看我们勾针这样绕线，对吧？你勾针是这样往上抬，它这个你再穿过这个线圈就会好穿，如果是它松松的就不好穿了给它勾过这个线圈，好，然后再起3个辫子，1、2、3，到下一针连接，好，到下一针穿针绕线勾出来，勾引拔，这边可以收紧一下，也可以把花瓣勾完再去理一理，给它鼓起来。好，我们自己可以多看一下，然后接着勾第3个了，后面我就不那么慢了方法都重复了，1、2、3，然后勾微阳长长针，1针，第2针，第3针，再到下一个，1、2、3，好，勾过来，再勾3个辫子到下一针连起来，第3个花瓣完成，你看这样会平，给它用手抵一下，然后接着勾第4个花瓣，1、2、3，好，这个就是我勾的时候勾快没有勾好，我重新来一下，给它拆回来，1、2、3，好，这样，然后再勾第4个，钩针这样绕线穿针勾出来一个微阳长长针，第2个微阳长长针，第3个微阳长长针，就是你勾的时候，因为五股圆眉，这边线要带直，这样好带线。刚勾的时候勾快就容易松然后钩针这样绕线，好，到下一针，你看这样穿针勾出来一个，第2个，你看这样挂线会好一点好，然后接着是第3个，好，绕线勾过针上所有线圈，再勾3个辫子针，1、2、3，然后接着呢到下一针，看到下一针穿针勾引拔。如果你勾住这个孔有点大，没关系后面我会给大家说一下的。这个鼓一下，鼓起来。好，接着勾第5个，最后一个了，1、2、3，然后钩针绕线，穿针勾出来一个微阳长长针，第2个、第3个微阳长长针，这一针的3个微阳长长针勾好，对吧？然后花瓣的，然后最后的这个取下这个记号扣了。你勾的如果和我视频中一样，说明你勾的对了；如果你和我视频中的不一样，说明你勾的时候出错了就是你的位置找错了。最开始第一圈起10针，那你勾的花瓣一定是有5个的如果说勾的就是你勾的穿针你说我勾不到5个什么位置，那就是找错了自己再拆过来看一下，1，然后这个线头理一下，2，然后3，好，绕线勾过针上所有线圈，1、2、3，好，到最后连接的地方呢，你看我们这里勾完了对吧？中间它是有这个线头，看到没有？然后我们就在这个开头这个花瓣看到没有？开头这个花瓣，你这颜色是区分很明显了，就在这个底部给它穿过去，让这个颜色花瓣连起来衔接起来，这个线头就给它放到右边去然后绕线勾出来，勾引拔前面线头后面线圈里直接带线出来，将线拉大剪掉。这里要说一下就是我在这里会给大家配有这个胶棒，花瓣我是给它粘上去的，我觉得这样粘上去它会整齐一点，然后也会好组装。如果说你不想要粘的话，你想要缝，那你要缝的话，你最后结束的这个线你留长一点，就是缝的时候挨着这个花瓣的边围这个圈缝，给它缝在这个主体上就行了，明白吧？这个的话就是你要想缝你就留长，我是给它粘上去的这里说一下，然后剪掉，把这个线这样理出来，这边这样收紧你看这个花瓣就往这边翻了，给它鼓起来。这样勾完之后，我们用手或者用这个钩针的柄给它这样就让它鼓起来，自己调整调整。然后中间如果像这样有孔，或者说你的孔比我大，没关系最开始起针的时候，就是看在这个边上这个线头，你看你拉，如果你拉错的话，这个就没有变化这个是连着中心的这个，看到没有？这样给它一拽一下，你看就收紧了。好，如果你拽错了，可能就没有变化，你再看看你拽哪一根这样你看我们这个就勾好了这个花朵。然后呢，这个线头的话，我们来看一下，线头我是会给它这样后边，这是最后刚刚断的这个线。我会把这几个线头给它扣死结在后面，因为在后面也看不到。好，这样扣一下，然后呢再这样交叉着扣一下。好，这边扣好了再和这个也扣一下。你要多把这个线头给它固定住，扣一次，然后再这样，就这几个颜色你给它穿到一起扣一下就行了，然后把这个线头剪掉。刚刚这里我都是扣过了，就是3个，然后你也可以就是决定给它扣好了，这个线头就刚好这个花瓣挡住了。这是最后结束的长线。好，后边我会给大家讲粘还有缝都给大家说一下。然后那你看这个，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为配色的花瓣，这2个勾好了。中间的这个呢，那你用配色勾花心，也就是你看你拍哪一个颜色你看图片上对的这个颜色。那例如你勾花心的时候呢，第一圈也是起10个的方法一样，我这里给它剪完了。那么如果你最后你是要都是用胶棒粘的话，最后刚刚这个长线我再给大家说一下。最后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勾完花瓣，你结束的这个线花瓣结束的这个线，你给它这样缝到这个里面去，缝到里面呢，然后就是任意位置这样挑一根，看到没？像这样挑，给它挑一根。这样这个位置不是有个圈吗？我这个针掉下来我就直接不穿了从这个圈里穿过去，
这样它就等于扣了一个结，然后你扣好结之后就留那么一点线头就行了，这样就扣住了。好，然后这个等于一个花朵后面的线头都已经给处理好了，这是正面哈。我们自己去理一理，这样看一下鞋头上的3朵花呢也就勾好。这个看大家自己勾松力，如果你勾出来我勾的就是有点松，花朵就有点大，你也可以勾2朵也行，就这样给它侧着放。那你另一只你勾的时候啊，这个花朵你像这样给它侧着放哈，其实这个都可以的。然后呢，接下来我们来勾这个一圈的边。好，2只其实方法都一样的，给它，我这个是右脚的哈，你看大家也演示一下。你就从后跟的位置啊，这样穿针，其实不管哪一针穿针都行。你看这引拔痕迹，这样在这儿哈都行哈，哪一针都行，也不用说非要找到哪一针。然后我就拿配色线，将这个线递到钩针后边，绕线给它勾出来。好，然后接着到下一针穿针，线头理在钩针上，绕线勾出来，勾引拔，前面线到后面线圈里给它带出来。如果这个辫子有点大，这几个线头给它调均匀一点。然后接着再到下一针，我们这里都是引拔针的方法哈，穿针线头好给它放在钩针底下，绕线勾出来，勾引拔，引拔的辫子啊要给它均匀，不要勾太紧，太紧可能你这个口啊原本是这么大，紧的话它会变小了啊，因为你勾引拔给它缩小了。好，但如果你勾的稍微松，你也可以自己根据引拔来调整，明白这个意思吧？就我想让这个口啊再紧一点，那你勾引拔稍微紧一点，它这个口就会变稍微调小一点了。然后这样穿针，好，这个线头理在钩针上，就勾一针给它放在上面，勾一针放在底下，下一针穿针，线头理在钩针底下，就这个意思。勾线出来，勾引拔，下一针穿针，理在钩针上，然后再勾引拔，下一针穿针，线头放在钩针底下，勾引拔，下一针穿针，线头理在钩针上，一上一下。好，下一针穿针放在钩针底下，就按这个方法哈。然后你看我们勾完之后呢，我给它勾过来，大家看一下，这个线头是不是顺便就给它藏好了呀？好，这样就藏好了，然后你就可以剪掉了，就不用再用缝针再重新穿了，刚好顺着这个颜色给它藏着，剪掉。然后接着呢，我这个是右脚哈，现在勾到鞋带了，鞋带的方法一样，这边你看有勾的长针的针目，这一侧是辫子半边，它就有点斜杠的，你就看这个长针，我这样拉大一点给大家看，这不是长针吗？长针这个边上，这就是底部，这就是入针的位置，穿针勾出来，勾引拔。好，鞋带的话也要均匀哈，你要勾紧的话，容易导致这个鞋带本来是正好的，然后勾着勾着有点小了，看这样穿针，就是你这个就是这样就是穿啊，你看它勾的是不是就很松啊？如果这样勒很小就勾紧了，也给它稍微有点空隙，均匀。我们就按这个方法来勾鞋带的这个孔眼，纽扣的孔眼啊，我们是勾了5个辫子对吧？到这儿给大家看一下哈，还是挨着这个长针的底下，你就看这个边上的辫子这样穿，看到没有？从中间穿啊，勾出来，勾引拔。鞋带的孔哈可以松一点，你别勾紧了，勾紧的话这个孔到时候你扣纽扣就不太好扣了。就说你看钩针上我这里有空隙的，看到没？从辫子的中间穿，勾出来，引拔。这里我就没有勾太紧，可以适当的就是让它拐弯的这个地方啊，你要是把纽扣的孔眼勾紧，不太好扣。这个时候拿这个纽扣啊扣一下，它就可以扣过去就可以了哈，看到没有？然后再确定好勾过来，如果不合适自己调整。到这一边哈，它就有针目了，看到没有？那我有针目就直接很好勾了，直接这样勾引拔。好，扣到这边。好，到这个前面为止了，鞋带都已经勾过了，然后都是勾引拔哈，你看勾完这样的效果。然后在这个鞋头的话，我们来看，这里我是勾了一点小花边，在这个鞋口的位置。那这个位置怎么样去找呢？哈，要给大家说一下哈，就你要怕找错，把这个调大一点，拿过来。我们这个1、2、3、4鞋头第4圈是连着勾了4个，就是鞋头位置减针的话是有4组长针减针，看减针的纹理。好，减针的纹理呢，它是像一个倒 V， 看到没有？就这，你看这条线，这边这条线，它上面是一个针目，一个倒 V 的形状。在这个长针，你看1组长针减针，第2组、第3组、第4组哈，在开头这一组长针减针，前面是2个中长针，对不对？你看2个单独的，这是中长针。要这一步你自己勾的时候要仔细看这种纹理哈。长针减针它是像一个倒 V， 就这样倒 V 形状，它上面一个针目，在这个后边，在这里1、2、2个中长针，这个中长针位置哈，我们要开始勾短针了。如果说，哎，我就找不到怎么办呢？那你这个鞋头啊，你就看大概居中，你勾6个小花边啊，或者8个都行，好，几个都只要居中就行了。你2只给它勾一样，大家能明白就是方法。你要实在找不到，你说你就按照这个来，好，把这个位置取下来。你看这里2个中长针，前面就有减针了，好，在这个中长针的位置穿针，勾一个短针，然后呢3个辫子针，1、2、3，好，下一针穿针，勾短针，3个辫子形成了一个小花边，就一个小孔，看到没有？一个花边，一共勾8个就可以了。1、2、3，下一针穿针，勾短针。1、2、3，下一针穿针，勾短针。1、2、3，
下一针穿针，钩短针，1、2、3，下一针穿针。你钩的时候，这个辫子往这边斜过来哈，你可以这样捏着，再去钩短针，它顺着这个角度会好钩，不然容易刮到其他位置哈。1、2、3，下一针穿针，钩短针。我们来数一下哈，从这边一个圈圈，3个辫子形成圈圈，你看这些短针3个辫子形成这个小洞眼哈，1、2、3、4、5、6、7，好，再钩第8个。下一针穿针，钩短针，好，这样斜头的小花边也就钩好了。你2只钩的时候都是一样，都是钩小8个小花边哈，后边都钩引拔针了，穿针绕线钩出钩引拔，穿针钩出钩引拔，好，就按这个方法来，一直钩到最后，这就是一圈边的这个钩法。好，然后钩到这一圈连接处的时候，给大家说一下，就有的朋友可能勾着宝宝鞋子呀，说我想给宝宝那个系一个带子，就到你看我这个钩最后就直接这样连起来，对不对？我给大家讲一下，勾一个小圈圈，到时候你可以勾一个辫子的绳子，就是说当一个系带，系在这个前面也行哈。你要不勾的话，你就直接连缝，就是到最后你这里把线拉大，给它缝起来。到另一只我给大家讲，这一只我给大家讲那个留这个小圈圈哈。我们来看一下，好，这个颜色要给它衔接起来，再到前面这针勾出来，勾引拔，好，到这里差不多了哈。然后你看看它是不是在后跟它差不多居中，像这样差不多居中也行哈。如果偏的话，你就再往前移，再勾一个引拔针，等一下。你就在这个底下给它穿到里面去，好，穿到里面去。然后呢，顺哪边顺这边顺这边都行，顺哪边都可以，贴着这个边穿纹理上的线，像这样给它缝过来，然后你再倒回来哈，隔着一根线，这里有个圈，穿这个圈里面，后边捏住按住了，再给它往前这样去拉一下，这个地方你有一个结固定，也可以这样拉一下，让它平整一点，再往前穿。好，剪掉。那么这一只也就做好了哈，大家看一下这个一圈的边哈。然后呢，那这里我留了一个小圈圈，你要想勾这个绳子系在宝宝脚腕的前面的话，说一下，其实就是起辫的针。首先扣一个活结，这个长度的话我就没有去实际去勾，就是你也看你想扣多长，这个起辫的针数2只一样就行了哈，大家自己决定这个起的辫子多少。你看你这样一直起这个辫子针，起到你需要的长度，哎，你觉得穿到这里面扣在宝宝脚腕上面前面的话可以的时候呢，最后你就这样钩针绕线勾辫子，对吧？直接将线拉大，给它剪掉，这个理出来，然后你在穿的时候啊。这里我已经有钩针给它勾出来了，把这个给它从里面带过来，让这个绳子它从这个孔里给它穿过去了。好，穿过去呢，然后这边剪掉，留那么一点，这一侧剪掉。我这只是勾了一个短的哈，你要勾你自己看长度，你自己看长度，2只留的辫子针数长一样长就可以这样系起来。好，这就是给大家说一下系绳，你想加绳子的话这个方法，还有加这个小圈圈。然后呢，另外一只你在做的时候方法还是一样的，还是拿这个配色线，然后引拔针的方法是一样，我们就把这个因为我只缝花心哈，固定住就可以。好，这只就是这样的。好，然后这个组装时候，我先给大家讲这个胶棒粘，你最好桌子上垫个东西哈，你看这个胶滴下来，它可能会涂到桌面上，就不好清理了。然后我们打火机自备，然后拿出胶棒，用的时候这样倾斜，不要垂直于底下，像这样，你看这个就滴下来了哈，所以用的时候一定要手要倾斜，然后避免掉胶滴到底下了哈，这样涂在这个花心后边，桌子上垫个东西会好一点。然后中间这个是花瓣主色，好，颜色要看好。有一个花瓣是这样对着鞋头中间的哈，这不5个花瓣吗？这个在中间这样摁一下，如果你勾的松，就是说我这个有孔眼的话，你最好里面垫张纸，然后垫张纸哈，然后再贴着纸，就避免胶落到里面烫到手。好，你最好大家自己找张纸垫在里面。好，这个就粘好了。另外一个再给粘一下。只涂着花心就行了。然后这另外的这个花瓣，你看花瓣好，正刚好衔接这个孔，就是然后要给它理正了。你就参照这种形状，因为这个是中间一个哈，这5个花瓣，这个花瓣刚好戳在这个缺口的地方，给它这样粘过来，这一只就这样粘好了。好，那么另外一只我就给大家讲缝了，因为有的朋友如果说我想缝，就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不是最后留长的这个线吗？穿上缝针，你先把这个给它从花心的，把这个长线从花心这个位置给它穿出来，贴着这个边，我们还是这样把花朵先摆好位置，你看到没有？这个花瓣就对着这块地方，然后这边理正了就行了。这样给它从里面这个系带解开，从这里面给它穿过去，哪一个位置都行，只要固定花心这个圆圈就可以。好，然后再往这边缝。这样一看固定一圈，这个花固定住好就可以。
线头的话，我们就给它藏在里面吧，挑一点线，从这个圆圈针给它这样缝过去，稍微的拉一下，好，然后这个线头啊，你在哪边藏都行，我再给它穿到这个边上，就这样，这样带出来，然后剪掉。其实缝呢没有什么技巧，只要固定好就可以剪掉。好，这样你看我们这只就做好了，这样的一个效果。然后纽扣扣过来。然后另外一只呢，方法一样，这边你组装花瓣尽量让它紧凑一点啊。你看我这个就凑得紧一点，这个稍微距离有一点隔开了，我们紧凑一点花朵会好看一些。然后组装的时候自己看位置就可以了，这样这个就完成了。那么你另外一只做其实也是一样的哈，就按这个排序，你勾2朵也行。好，那么到这里呢，我们这款宝宝鞋子的教程也就结束了。